大部分多肉植物都拥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技能——变色。而很多肉友也都是因为它会变色，所以才选择养多肉，尤其是养出状态的多肉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很多朋友都觉得多晒太阳，多肉就能够晒出丰富的色彩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小误区哦。今天我就来带你了解一下，如何让多肉养出状态，如何让多肉快速上色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本期视频我们说一下多肉上色的原理。多肉上色原理，在讲多肉如何养出状态之前，我们先要知道多肉是如何变色的。植物外部呈现的颜色是由植物内部的色素决定的，比如绿色是因为叶绿素的存在而呈现绿色，黄色是因为叶黄素的存在而呈现黄色。通过改变植物内部的色素比例，就能够达到让植物变色的效果。既然知道了原理，那么如何才能让多肉的内部色素起变化呢？主要有以下2个因素。一、紫外线。很多人都说光照是引起肉变色的原因，但是我觉得光照这个说法不是十分准确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紫外线。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是很重要的因素，所以晒太阳能够令多肉有着明显的颜色变化，特别是紫外线强烈的秋冬季，这也是秋冬季多肉容易上色的一个原因。这里说的晒太阳最好能够直接接受阳光，如果是透过玻璃的光照的话，其中很多的紫外线都被反射掉了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露养的多肉要比放到窗内的多肉更艳丽一些，也能说明紫外线才是上色变色的最主要的武器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做一个小实验。把一盆长期养在室内的多肉挪到室外的窗台，过不了几天，你就会发现叶片颜色开始变化。当然，不一定都会变红，因为多肉品种非常多，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性，颜色也会有所不同。比如黑法师随着日照的增多会变成黑色，火蓟会变成火红色，红之玉会变为粉色，黄栎则会变为黄色等。2、温差。温差是一个比较容易忽略，也是不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。低温催生了多肉体内合成花色素，相比较叶绿素，花色素能够更好的吸收紫外线，形成天然的保温系统，帮助多肉植物起到御寒保暖的作用。花色素的比例升高了，你家里的肉也就变红了。冬季的时候，把一盆肉端到户外露养，过不了几天，颜色就很红了。还有在秋天或者春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天气预报9高22度，这样的条件不出3天，整盆肉就会红得跟水蜜桃似的。但是温差这个因素比较难控制，一般春季、秋季、冬季的夜晚温度可能很低，这种情况不适合多肉的生长，所以我们可以勤快一点，在比较温暖的中午将多肉搬到室外，傍晚的时候再搬到室内，这样既能出状态，又能保护多肉的安全。当然，市场上也有比较多的人工变色的方法，比如药水，原理就是利用药水改变了部分叶片的叶绿素含量，让它变成了白色或者粉色。当然，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让多肉变色，但是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，建议大家慎重使用。当然，在购买多肉的时候，也需要擦亮眼睛仔细辨别。另外，使多肉植物变色的其他原因还有很多，如本身基因问题、胁迫性、斑锦变异等等，这些就不属于常规种植环境中会遇到的问题了。总结，促使多肉植物颜色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紫外线和温差2方面，而作用机理正是在于植物内色素成分的改变。最后友情提示，不要为了一味的使多肉植物变红变色，而不顾它们的死活，让它们忍受超低温的环境或是暴烈的日光，一切都要在多肉植物养殖的基本条件范围内来灵活操作。多肉上色你明白了吗？了解之后，那就行动起来吧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也喜欢多肉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心得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也可以来我的社区，社区内也会分享一些养花的小技巧，以及家庭种植的小妙招。
感谢你利用宝贵时间观看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